大家好，我是文。今天是9月6号，星期六。我们昨天早上到的北京，在家睡了一天。今天打算带朋友出去逛逛。今天中午，我会带朋友去吃水煮鱼，晚上会带朋友去尝尝北京的小吃。在北京，所有的地铁都要安检才能进去，包要过安检，人也要过安检。以前我们有公交卡，但是现在都不用实体卡了，直接用支付宝扫码就能进站，超级方便。但如果手机没电了，那也挺头疼的。坐电梯下去，人很少，朋友很惊讶。我告诉他，是因为现在不是上下班高峰，我们要先坐11号线，坐一站，换6号线，然后再换10号线，全程可能要1个多小时。这条地铁线是去年刚开通的，还很新。到了，我们在这里下车，然后去换6号线，要走差不多5分钟。这里有充电宝，扫码就可以借。旁边有很多自动贩卖机，卖饮料和零食。车来了。北京的地铁分弱冷车厢和强冷车厢。弱冷车厢的空调温度不那么低，所以怕冷的人可以去弱冷车厢。强冷车厢的空调温度很低，所以怕热的可以去强冷车厢。就坐这里吧。现在去换10号线，往这边走。北京特别大，但是有很多地铁线和公交车线，很方便。从右边的台阶下去，往这个蓝色箭头的方向走。我更喜欢坐地铁，因为不会
堵车。从这个楼梯下去。10年前，北京的地铁特别便宜，不管去哪里都是2块钱。但是后来涨价了，最低3块钱，最高要7块钱。这是6号车厢的2号门，我们坐3站就到了。到了，从 A 口西北口出，扫码出站。朋友说旁边有直梯，可以坐直梯上去。出来了，这好像不是我想出的口。我想出的口在对面。我们去前面过马路吧。在这里可以修车和配钥匙。那个灰色的楼叫发展大厦，里面有很多日本公司。以前我经常去那里给日本人上课。这是3环，灯绿了，我们过马路吧。要走快一点，这条斑马线太长了。北京的路特别宽。这里是地铁口，所以有很多共享单车。我们现在走路去水煮鱼的饭馆。已经快2点了，我们都饿了。从地铁口走到饭馆要差不多15分钟。这里是一个公交车站。这是一个报刊亭。这里停满了共享单车和电动车。路过一家红星面包店，带你们进去打一瓶鲜奶喝。上面写的是新鲜现烤，只卖当天。意思是所有的面包都是今天烤的。当天的意思就是这一天。他们不卖昨天剩的面包和蛋糕，只卖今天烤出来的。这里写的是今日鲜奶到店时间。今日就是今天的意思。今日是书面语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每天早上6点半，店里会开始卖新鲜的牛奶。这个写的是今日面包出炉时间，意思就是店里每天6点半开始，就可以买到今天烤出来的面包。牛奶在这边。先拿一个玻璃瓶，
小瓶的5.9块，大瓶的10.9块。这里写的是玻璃瓶重复利用，可减1元。意思就是，如果今天买了牛奶，喝完以后把玻璃瓶洗干净，下次再拿这个玻璃瓶来打牛奶，可以便宜1块钱。我拿了一个小的瓶子，先给朋友买一个小瓶的尝尝。把瓶盖打开，把瓶子放在这里，然后按这个按钮，把瓶子装满，盖上盖子，就可以去付钱了。这里有一些一次性的纸杯，上面写着欢迎试饮，请自取。意思就是你可以自己拿这个杯子去接一点牛奶尝尝。我用微信扫码付钱，付好了。朋友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牛奶，他说很好喝，很新鲜。我们到饭馆了，这个水煮鱼的饭馆叫龙人居。以前我跟别的朋友来吃过一次，非常好吃。2个人。2位前面有2桌，稍微稍等一下吧。您稍坐吧，我一会儿直接叫您。行，好。这边可以稍坐一下。行，好的，直接叫你。好。服务员说我们要等位，前面还有2桌。我们先看看菜单吧。这本菜单又厚又重，所以我把它放在沙发上。翻开，菜的种类太多了，我只挑一些有故事的给大家介绍吧。这是莲子，好贵呀，才2个就要32块钱。红色的是会员价，29块。每当看到莲子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我的外婆。小时候，她经常带我去菜市场买菜。每次看到莲子，她就会买给我吃。我跟我外婆很亲，但是她2008年的时候就去世了。我很想她，经常都会梦到她。下面是酸辣藕丁，藕丁就是切的很小块的莲藕。这是夫妻肺片，夫妻的意思是老公和老婆，肺片就是一片一片的肺。
但是其实这道菜里并没有肺。那为什么叫夫妻肺片呢？1930年代初，有一对夫妻在成都街头卖牛杂边角料，也称肺片，有牛头皮、牛肚、牛舌、牛心等等，所以大家都叫它夫妻肺片。但是废是废弃的意思，不好听。于是他们把这个字改成了发音相同的“肺”字，有意思吗？因为我不吃内脏，所以我没吃过这道菜。如果有吃过的，可以留言跟我们讲讲这道菜的味道怎么样。这是小龙虾，一般有麻辣和蒜蓉2种口味。我很喜欢吃，但是我妈妈觉得小龙虾不干净，吃了对身体不好。这是凤爪，也就是鸡爪。这是重庆直运有机鳙鱼。重庆是南方的一个城市。重庆直运就是从重庆直接运过来的。有机是没有用农药和激素的产品。鳙鱼是一种鱼。水煮鱼的名字里虽然有水字，但它其实并不是用水煮出来的，而是用很多很多油和辣椒做出来的。这个油不能重复用，如果倒了的话呢，又很浪费。所以这家饭馆鼓励大家吃完饭以后，用这个瓶子把油打包回家炒菜，是免费的。如果点了鱼，他们还会免费送一瓶香辣酱或者烧椒酱。买的话是12或者15块钱一瓶。这是牛蛙，你们那儿吃牛蛙吗？这是香肠，这是皮蛋。我经常看油管，有很多外国博主来中国的时候，会拍自己挑战吃皮蛋的视频，很有意思。这是儿童餐，刚看完菜单就有位子了，时间刚刚好。他们家真的很火。现在不是吃饭时间，竟然也要等位。我们在网上买了一个套餐，更划算。我们点完菜以后，服务员就会用这个沙漏计时，因为他们承诺在规定的时间内
上完所有的菜。这是围裙。如果吃饭的时候，你不想把衣服弄脏，可以穿着围裙吃。朋友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是送的甜品，是龙的形状，很可爱。鱼来了，锅里的油还在沸腾。他们放了很多很多干辣椒和花椒。服务员每次在上鱼的时候，都会帮顾客把它们捞出来，这样更方便顾客吃鱼。捞了满满一大碗，尝一口，好好吃啊！好久没吃了。这是青菜，好像是空心菜，我感觉像空心菜，但是它在菜单上不叫这个名字，所以我也不确定。除了鱼，下面还有一些豆芽。吃完了，我们请服务员帮我们把油打包。在很多国家，如果你想叫服务员，你不能直接喊他们“服务员”，这样很不礼貌。但是在中国，你可以喊服务员，有的人也会喊美女或者帅哥，但是我只会喊你好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更礼貌。他先把油倒在大碗里，然后再用这个大碗把油倒进瓶子里，这样就不会洒出来。这个油打包回去以后，要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。我们带回去以后，我妈妈用这个油做的菜都有花椒的香味，很好吃。打包好了，这一顿花了379块钱，你觉得贵吗？吃得很饱，我们决定去亮马河散散步，消消食。桥上停了很多车，我好像听一个朋友说过，把车停在这个桥上是免费的，所以很多人把车停在这里。天气不错，现在是3点半，还有点热。这条河以前有点臭，但是4、5年前治理过了，现在挺干净的。我和北京的朋友经常约在这一块见面，因为这一块是北京的使馆区，有很多好吃的外国餐厅。吃完饭在这里散步也很舒服，没有很多人，很安静。这是一家意大利的
烘焙店，有很多小蛋糕，差不多都是9块钱一个。我以前在这附近工作的时候，经常会来这里买蛋糕吃，特别是傍晚的时候，因为5点以后，这里的蛋糕买3送1，很划算。这边有大一点的蛋糕，差不多都是40块钱一块。旁边这里是一家云南菜饭馆，也是我以前经常会来吃的一家饭馆。这是一家进口超市，里面有一家鲜榨果汁店，很新鲜。进去买一杯。我要了一个牛油果加哈密瓜加椰子的混合果汁，中杯的，20块钱。我的果汁做好了，朋友先帮我拿着。我们现在去亮马桥走走。有很多人在这里划船、游泳、钓鱼、玩桨板。对面那个白色的是宝格丽酒店，听说特别贵。现在在中国国内坐飞机，没有这个3C 标志的充电宝，都不能带上飞机。所以我打算去买一个，去小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这是电饭煲，这个电饭煲很小，适合1、2个人用，169块钱，也不贵。租了房子以后，我可能会买一个。这是可以折叠的太阳镜。充电宝在这里，你看，这个就是 3C 标志。在中国，有这个标志的充电宝，才能带上飞机。这是5000毫安的，只能充满1台手机，这个不行。这个499块钱，25000毫安，但是太重了，没有合适的。我们还是去网上看看别的牌子的吧。这是小米的电脑，这是登机箱，329块钱。上面的 U 型枕229块钱。空气净化器2199块。电风扇279块。这里还有一些音箱。小米也出了智能眼镜，我的朋友有一个。现在已经7点半了，我们刚从商场里出来。我准备带朋友去
鼓楼附近逛逛。朋友不想骑共享单车，所以我打了个车。司机停到前面的路口了，我们要跑过去。到了，我先去便利店买瓶水。这里有一些人在排队买绿茶冰淇淋。我问朋友想不想吃，他说不想吃。前面这个红色的建筑就是北京的鼓楼，它始建于元代，经历了元、明、清3个朝代，距离现在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古代，它承担着报时、预警、信息传递以及文化宣传等功能。已经关门了，白天可以买票上去。有的时候，上面有击鼓表演，门票是20块钱。那边是钟楼，白天也可以买票参观，门票是10块钱。钟楼负责白天报时，鼓楼则负责晚上报时。这里有钟鼓楼的介绍，感兴趣的可以把视频暂停看一下。这里是北京的中轴线，在中轴线上有很多著名的传统建筑，比如钟鼓楼、故宫、天安门等等。这里有很多人在跳广场舞，他们应该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。我们从正面再看一下鼓楼，尹三豆汁冰淇淋。尹三是一个很有名的牌子，豆汁是北京的一种用绿豆发酵的饮品，我从来都没喝过，因为听说它的味道很酸，还有一点臭。朋友是一个喜欢尝试的人，所以他打算尝一尝。10块钱一瓶，满心期待，品尝，回味。他说是酸菜发酵的味道，我也喝了一小口，还真的是酸菜的味道。我不太能接受这个味道。如果你们也很好奇，下次来北京的时候可以尝尝。因为今天是周末，所以人很多。现在特别适合教大家一个词，那就是人山人海。我们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地方有很多人，比如一到周末，这里
就人山人海。放假的时候，长城上人山人海。大家看，这里也是人山人海。用北京话就是这里的人乌泱乌泱的。这里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，所以有很多游客。在这里可以吃到很多老北京小吃。这里有炸酱面、老北京爆肚、饮料、伴手礼，还有很多卖北京特产的店，有一些点心和真空包装的北京烤鸭。我从来没买过真空包装的烤鸭送给朋友，因为我觉得这种烤鸭的味道和去饭馆吃的烤鸭不一样。这里面有很多小吃，这里有羊肉串，12块钱一串。朋友说他想吃臭豆腐，可是臭豆腐不是北京小吃。可以买白的豆腐，也可以买黑的豆腐，还可以买双拼的。双拼就是一半白的，一半黑的。朋友买了一份黑的，20块钱一份。朋友付好钱了，给他们看一下。他先把臭豆腐放在油锅里炸一下，捞上来，加一点辣椒油，加一点酸菜，再加一点蒜汁，最后浇一点汁，放2根签子。这是烤面筋。这里怎么流水了？我提醒老板，老板用抹布把水擦干净了。老板说，这是用玉米面、黄米面、桂花和糯米做的，上面是红枣。朋友买的臭豆腐好了，他要的是黑色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板给他的是双拼的。里面可以坐着吃吗？我问老板，里面可不可以坐着吃？他说可以。朋友尝了尝，说味道还行，不是特别好吃，也不是不好吃，主要是这个豆腐没有切开，所以不能吸到很多汤汁。我中午吃得很饱，所以现在什么都不想吃。朋友看到这里有很多人排队，所以他也想在这里买一个门钉肉饼尝一下，15一个，252个。我们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个小吃叫门钉肉饼？
为什么叫门钉肉饼啊？哎，你这个非常的了解小妹，看看说这个前面咱们门头前面那个门钉，这个是皇宫上陈蒙上的门钉，它是最开始是始源于皇宫，只有皇宫里边才有真正的门钉，后来他们倒闭了，咱们有幸尝一尝。很有名的是1两皮2两馅，都是现包现烙的，而且是始于1899年。这个长得像那个。哎，这长得像门钉，包出来像门钉，哎，吃着味道非常鲜美，哎，对。他说是因为这个饼长得像皇宫的大门上的钉子，上面写着始于1899年。我觉得说的应该是这种肉饼是1899年开始有的，而不是这家店。什么馅儿的呀？都是牛肉，都是小黑牛挂上草原小黑牛。牛肉有葱吗？有一个那个圆葱，没有葱姜蒜，没有那个大葱，没有葱姜蒜。我问他门钉肉饼是什么馅儿的，他说是牛肉馅儿的，里面还加了一点点洋葱，没有大葱、姜和蒜。这里有一些已经烤好的，大家都不想要，他们想要刚出锅的。轮到朋友了，咬一口，里面有很多肉，还有汤汁。我问朋友好不好吃，他笑了笑，没说话。看，到处都是人山人海，这里是什刹海。虽然它的名字里有海，但其实它不是海，而是湖。湖里有游船，左右两边都有一些酒吧。有一些酒吧有歌手驻唱。冰糖葫芦，你吃过吗？这里写着北京烤鸭，100元3只，免费包邮。如果你在这里买北京烤鸭，他们可以帮你免费把烤鸭寄回家，不用自己装在行李箱里带回去，很方便。朋友说想在这里坐一会儿，把刚才买的肉饼吃了，正好我们可以看看夜景。不时的有风吹过来，还挺凉快的。湖里还有荷花，很多游客在这里拍照。这是一家卖老北京点心的连锁品牌，第一家店1895年就有了。在北京，特别是旅游景点，有很多店都叫这个名字，但是要注意，只有这个3合标志的店才是正宗的，别的都不正宗。带大家进去看看，这些就是传统的老北京点心。这里的点心是按斤卖的，北京人经常会来这里买点心送给朋友。这个点心叫枣花酥，
里面是枣泥馅儿的。我们有一个泰国朋友，很喜欢吃驴打滚，是北京的传统小吃之一，是用糯米粉、黄豆粉和红豆沙做的。驴是一种动物，那么这种小吃跟驴有什么关系呢？相传呐，慈禧太后吃腻了宫里的食物，想吃点新的甜品，所以厨师用江米面团裹上红豆沙，做了这道甜品。有一个叫小驴儿的太监，不小心把它掉进装有黄豆粉的面盆里。厨师很着急，因为没有时间重新做了，只好硬着头皮把它送到了慈禧太后那里。谁知道啊，慈禧太后特别喜欢，就问厨师这叫什么？厨师想了一下，都是那个叫小驴儿的太监闯的祸。于是他跟慈禧太后说，这叫驴打滚儿。还有一个说法是，做这道甜品的最后一步是要撒上黄豆粉，看起来就像是北京郊外的驴在玩的时候打滚扬起的阵阵黄土，所以叫驴打滚。有意思吧？这里卖鲜羊肉串，北冰洋也是北京的老品牌，卖汽水。这里是游船的售票处，如果你想坐船，可以在这里买票。我去年8月回北京的时候，也来这里了，但是没有这么多人。今天人真的很多。现在已经9点半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要坐地铁回家了。现在回去的话，要10点半以后才能到家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见吧，再见。